小小，身子可好些了？谢谢嫂子，已经好多了。屠夫媳妇儿的心也忒狠了些吧？这孩子才多大个人呐，他就下这么重的手啊？他长得是人心吗？他一只没下过蛋的老母鸡，你还能指望他能疼爱孩子呀？哎，你说他两口子无儿无女的，要好好的把这孩子养大了，等他们老了，孩子还能不管他们？依我看呐，屠夫媳妇儿多半还是嫌弃娘儿两个的出身。既然看不上出身，当初就不要弄到家里来，这弄到家里来了，又往死里打，算哪回事啊？唉，这可怜的小身板啊！你娘两个吃我的穿我的，叫你们干点活就一个个的偷奸耍滑的啊！你当我是开善堂的是吧？你个骚狐狸，我好好打你一顿，我看你是不长记性。不许打我娘！哼，有啥样的娘就有啥样的娃。你个小骚狐狸，叫你洗个衣服吗？你磨蹭到现在才回来啊？你是去勾汉子了吗？啊，你个死东西！要是让我知道你做了啥恶心事儿，败坏了我家这名声，看我不揭了你的皮！小小，你快跑！哎呀，好啊你，胆子肥了是吧？连老娘都敢咬了啊！我叫你咬，我叫你咬！哟，狐狸精还知道护崽呢？好好好，我叫你们去地下继续做对好母女去！快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快来救救我娘啊！天杀的恶婆娘，不知老天爷什么时候才能把她收了去。你个死丫头，快闭嘴！好好的，你又打她干什么？哟，这就心疼上了啊！我心疼个屁！你们搁这鬼哭狼嚎的，你们仨听好了，别再给我折腾出啥动静来，要不然有你们好看。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能站起来吗？娘没事儿。娘，下次他再打你，你就赶紧跑，就像我今儿个这样，一边跑一边喊，就不敢再下狠手了。小小，娘不该不听你桃儿姐姐的话，跟了这个人。娘原想着会让小小过上安稳的日子，没料到小小是娘无能，害得小小跟着娘受苦。如果眼前这人知道了他的宝贝女儿早已被王阳氏打死，怀里的这个只是一个意识游魂的话，他会不会一口气上不来，活活的心疼死？没错，边小小是穿越过来的。娘，我们逃吧。唉，娘，女儿已经想明白了，马善被人骑，人善被人欺。女儿以后再也不想被人任意欺凌了。娘，现在我们还斗不过那个恶婆娘，只有逃走才有活路。娘何尝没有想过逃跑，只是娘的身边早已没了银子，也没有什么谋生的本事。若是离开了这里，我们母女两个怎么生活呀？娘再偷偷地攒些银子，等你再大些，娘托人给你找个老实人家，送你离开这里。我知道了，娘。娘，你躺下歇一会儿吧。边小小看边柔儿昏睡了过去，迅速地趴到床底下。边小小从床底掏出一个脏布包来，里面赫然躺着一根翠玉簪。边小小没有丝毫犹豫的便将翠玉簪揣在了怀里，这才悄悄地从后门走了出去。当初咋就收留了你们两个丧门星呢？一天到晚的什么活都不干，只会躺在床上装可怜，小的装完老的装。我呸！我可不是那些男人，看你掉几滴眼泪就被你迷得三魂五魄去。我告诉你，你跟你那个小孽种，要是还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，就趁早打消吃闲饭的念头，该干活的时候就别想着偷奸耍滑。若是再让我看到躺在床上偷懒，惹急了我把你们两个骚蹄子丢到大街上喂狗去。大娘，我娘她身子确实有些不舒服，
大娘要是有什么事，只管吩咐小小就是。哼，别对老娘使你那套狐妹子，老娘不吃你那一套。马上就要中午了，饭也不去烧，难道还要老娘我烧好了伺候你们两个骚狐狸啊？娘，你去屋里歇着，我去烧饭。小小，娘没事儿，娘跟你一起过去。娘，这药丸是专治风寒的，一次2颗，你赶快服下。小小，你哪来的钱买药啊？娘，你放心，不是偷也不是抢来的，来路绝对正大光明，具体情况我一会儿再对你说。你先吃药，我去灶房烧饭去。小小，你对娘说实话，你身上哪来那么多钱呢？我把那根翠玉簪给当了。娘，我知道这根翠玉簪对娘很重要，可眼下还是保命要紧。当就当了吧。王胖子，当初你可是跟我说好的，把东西弄到手了就把他们两个赶走。可现在这俩骚狐狸在这个家里白吃白住2个多月了，你还没有一点要送走的意思，怎么着啊？该不会真的看上那骚货了吧？想把我给替换掉了啊？哎呦，你可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我怎么可能把你换掉呢？再怎么说他也只是个骚狐狸，上不了台面。哼，你知道就好，咱不如用他俩换些银子花花。怎么说？你傻呀？这俩骚狐狸虽说长得单薄了些，可那长相搁那搁着呢，尤其是那小的，那可是个美人胚子。这要是往那种地方一送，肯定能换不少银子。这合适吗？要真把人卖到了那个地方，这街坊邻居的还不得背后把我给戳死？你个笨猪，你难道非得说把人卖到那个地方去啊？你不会编个瞎话？那嘴巴长你脸上，还不是你说啥就是啥？再说了，又不是叫你把人卖到青州城去，咱找个人牙子把俩人卖得远远的不就完了？怎么着啊，王胖子，不舍得了是吧？既然不舍得，那好，我走，你就跟那骚狐狸好好过日子吧。哎呦，媳妇儿，你怎么就这么急躁？我哪有不舍得？我就是在想啥时候去找人牙子办这件事儿。明儿个天一亮就去，越早把人弄出去越好。娘，你先别忙着出去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凑近了卞柔儿的耳朵，将昨晚上自己听来的话都告诉了卞柔儿。卞柔儿的身子控制不住地抖了起来。娘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去找那个畜生讲理去。当初接我进门的时候说的那些子话，他都忘了吗？娘，你都说了他是一个畜生，还跟他有什么道理可讲的？那怎么办？小小，娘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被卖到那个火坑里去啊！小小，娘去求求他们，只要他们放了你，娘甘愿一辈子做牛做马的伺候他们。娘，他们两个心肠歹毒，你就是跪死在他们面前，他们也不会善心大发的放过我们的。小小，是娘害了你。娘，我们逃吧。娘听小小的，哪怕是以后做乞丐要饭吃，娘也要带着小小逃出去。刚走到院子里，便听到正房门哗啦一声开了，王阳是打着呵欠从里面走了出来。这大半夜的，你们两个骚狐狸站在院子里干嘛呀？娘，快走！你们要去哪儿啊？大姐，求求您放过小小吧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您不能把他卖去那种地方。大姐，只要您放过小小，柔儿一辈子给您当牛做马，任您驱使。娘，你别管我，你先走，我自有办法脱身。骚货，在我这儿白吃白住了这么长时间，如今想着拍拍屁股偷偷走人是吧？我呸！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去吧！卞小小上前对着他的脸猛地踹了一脚。死老太婆，你也是女人，何苦还要为难女人？这次就给你个教训，
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随意的欺凌人！快来人呐！抓小偷啊！小小，一会儿就该有人追过来了，你别管娘，你自己赶紧跑，跑得越远越好。娘，别说话，保存体力。小小，娘实在是跑不动了，你不要再管娘了，你一个人赶紧逃命去吧。娘，我是不会把你丢下的。娘，我们赶快把干草垛挖个洞，钻进去躲过这一阵再说。边小小说完，便动手扯起了那些干草，哪知刚扯了2下，别挖了，再挖就塌了。哎，真是时运不济呀，钻个干草垛竟然也有人抢啊！哎，我说你没事吧？你刚才那一嗓子可真够响亮的啊，人都叫你给招来了。那些人是来找你们的是吧？谁知道呢？里面说不定也有找你们的人。娘，我们走。去哪儿啊？喂，小凤，你是不是太善心大发了呀？你就不怕我被他们抓回去吗？要是真被抓回去的话，我下场会很惨的。我叫顾锦瑜，今儿个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大的人情呢，以后有机会了你可要还给我，你可记住了？娘，这里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小小，王屠夫他们暂时不会追到这儿来的，休息一会儿吧。娘，你一直都没合眼啊？娘刚才睡了一会儿，也是刚刚才睁开眼的。娘，我们进山，吃点东西，一会儿我们就走。小小，有老虎！小小，快跑！莫怕莫怕，这大虫早已死去多时了。正抬着大虫回家，突然觉得有些内急，想着这条山道上一向少人行走，就随手把大虫扔到了路边，没想到吓着了2位，真是对不住了。这只老虎是你们2个打死的？这只大虫不知何故伤着了腿，兽性减了不少，要不然我跟二父也没本事拿下它的。栓柱，没什么事儿的话就赶紧赶路，要不然天黑都回不了家。二位这是要去哪里啊？二位别多心，我不是坏人，就是觉得吧，你们2个弱女子在这山里行走实在是太过于危险，所以就多嘴问了一句，请不要见怪。阿叔，我跟我娘要去山那边投靠亲友，依阿叔所见，我们要几时才能翻过这座山？姑娘，我和二父在这山里打猎，曾经走了3天才走到山那边，你们2个弱女子只怕没有个5、6天，你们是翻不过这座山的。更何况这山里还有不少的猛兽，你们想到山那边只怕是有些困难呐。要不然你们先随我和二父回村吧，回头我再想办法送你们过山。那就麻烦阿叔了。好，不麻烦，不麻烦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快走吧，等一会儿天黑了，路就更加的不好走了。娘，这2人看上去不像是坏人，不如我们跟着他们回去歇歇脚，过后再请人送我们出去。栓柱，你也不知道这俩人是啥来头，你就把人领回去，要是惹上麻烦咋办？他们2个早就已经体力不支了，咱总不能见死不救的吧？我看你呀，是想媳妇想疯了，想白捡个媳妇回去吧。马上就到了。哟，你2人真是好本事，竟然猎了一只大虫回来，这下可是发了财了。栓柱啊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娘，他病了，得找个地儿躺一下。病了就去找大夫，躺在咱家算是咋回事啊？你是不是还打算给他花钱请大夫看病啊？娘，谁都有个落难的时候，又刚巧到了咱家门上，咱总不能装着看不见吧？栓柱，你个死心眼的，你看谁会往家里领病秧子？这不是招晦气吗？再说了，他要是讹上咱咋办呢？
阿奶，我娘病了，您就行行好，给我娘腾个地儿，叫她休息一下。您放心，我不会叫您吃亏的。哟，好听话谁不会说呀？上下嘴皮子一碰就出来了，就怕呀，有些人光会说好听话，那不办实事儿啊。阿奶，请您行个方便。你只当我稀罕你那一点银子呢？一会儿你们还不得要吃要喝，柴米油盐的，那可都得费钱呢。我就是过过手，最后还不是花到你们身上去啊？娘，我这就去请大夫过来。有了二叔了。你个败家玩意儿，这个家呀，早晚让你败光了。心力俱疲，外伤未愈，再加上受了些风寒，发了高烧，所以才昏厥了过去。看着凶险，其实也无甚大碍。我开些驱寒的药给他煎服了，再开些活血化瘀之药擦用，让他好好的休息休息，很快就会好转的。有劳邵大夫了，多谢。栓柱大哥，你随我去取药吧。姑娘，二叔，我姓边，名小小，二叔喊我小小就行了。哈，小小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还没吃东西吧？要不然让你娘在这睡着，你随我一起去灶房吃些饭吧。晚饭就烧了那么一点儿，你要是让了别人，你就饿着吧。就算是住客栈，他也不能白住吧。再说了，那可是个病人。小小，我娘她就是个刀子嘴，她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。走，跟阿叔一起吃饭去。二叔，我不饿，你快去吃吧。而且我这包袱里还有大饼呢，要是饿了，我会吃点大饼。阿奶，我跟我娘在你家可不是白住的，我可是出了银子的。如果阿奶觉得吃亏，我这就带我娘离开，咱另找地儿去。算了算了，你们两个外乡人出门在外的也不容易，我也不跟你们计较那么多了，在这儿住着就住着吧，不过亲兄弟明算账啊。小小，你把娘叫出来，是有事儿要对娘说吧？娘，女儿是有件事情要与你商量一下。小小先不要告诉娘，让娘猜一猜可好？娘，你猜，猜中了有奖。小小可是想要在此落脚。娘，你可真是神了。娘可不是神仙，娘是见你这2天一直在打听靠山村的情况，所以才猜着你是有了这个想法。娘的意见呢？娘也有这样的想法，只是不知道这靠山村会不会接纳我们。娘，只要你同意留下就行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办。可是，娘，别那么多可是了，您呐就等着瞧好了。喏，小小，等一会儿把这个给村长。阿叔，我准备有银子。你和你娘落脚后，还有不少东西要置办，以后用银子的地方多着呢。可是阿奶看到肉不见了会发脾气的。拿肉时我娘没有看到。阿叔，我也什么都没看到。我们都没看到。少离哥，你不要走那么快嘛，我都要跟不上了。刘姑娘，今儿个天好，我还要急着回去晾晒草药呢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不好？少离哥，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总是刘姑娘刘姑娘的叫，这样称呼多见外啊。我跟姑娘本就不熟。少离哥，给你吃。多谢刘姑娘好意，我一向不喜食禽蛋。小小，那个姑娘是村长的老来女，叫刘娥，性子呢是有些骄纵，一会儿她要是说了啥不中听的话，你可别跟她计较啊。你娘的身子可大好了？我娘的身子已经完全好了，谢谢邵大夫惦记。你娘的身子有些亏虚，气血不足，以后要注意好好调理。我记住了，谢谢邵大夫。也不知道是打哪儿来了个野丫头，一看就不是啥好东西。阿叔，我们走吧。
啊，走吧。村长说，今儿个我让阿叔带我过来，是有件事要麻烦村长说。有啥事儿你只管说，只要我能帮上忙的，我一定会尽力。村长说，我跟我娘本来是要去山那边投靠亲友的，可是在咱这靠山村住了这么一段时间，我跟我娘都喜欢上了咱这村子，想着与其去投靠那不知根底的亲友，还不如在咱这靠山村落脚。希望村长说能够答应我跟我娘的请求。这种大事难道不应该是当娘的来说吗？怎么竟让一个小孩子出头露面？一个孩子的话如何能信的？村长说，我娘身子不好，我不想让她再多操心，所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做主。我的意思就是我娘的意思，村长叔不必有什么顾虑。倒是一个懂事的孩子。村长说，我是青州人，家中世代以木工手艺为生，只因家中突遭变故，我爹也因病去世，生活无以为继，我娘才决定带我离家投靠亲友。村长说，我向您保证，我们申家绝对清白，绝对不会给您带来任何的麻烦，要不然我也不敢跟您张这个口。村长说，请您可怜可怜我跟我娘孤儿寡母的，收留了我们吧。孩子，啥事都好商量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孩子，你跟你娘能看上咱这靠山村，愿意在咱这靠山村安家落户，我这当村长的也是面上有光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这么说，村长叔是答应了？叔答应你，从今往后，你跟你娘就是咱靠山村的人了。以后碰到了啥为难事，就来告诉叔一声，叔给你做主。村长，小小母女俩既然以后就是咱们靠山村的人了，您看是不是得给他们俩划一块宅基地啊？小小，你看把咱村东头的那块废掉的砖窑厂给你们如何？那上面还有2间小屋，虽说破了点儿，可稍微整治一下也能遮个风挡个雨。你们要是觉着无法住人，在那上面另起座屋也可以。砖窑厂西边还有1亩4分地，眼下虽是荒了些，可来年春天翻一翻，稍微种上点庄稼，就够你跟你娘吃的了。一切都听村长说的。你到我家来干啥？不会是想出啥坏点子来骗我爹吧？你这是咋说话呢？爹跟娘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一点事儿都不懂，快给小小赔个不是。一个不知打哪儿来的野东西，我干嘛要给他赔不是啊？你这是打哪儿听来的胡话？小小跟他娘以后就是咱靠山村的人了，你可不能再满嘴胡说八道。要是让人家听了去，你让爹的脸往哪儿搁？爹，你这话是啥意思啊？小小跟他娘想在咱们靠山村落户，爹刚才已经答应了。爹，我不管，反正这件事儿你就是不能答应。他们2个长得妖里妖气的，一看就不是啥好人。刘哥说话向来是有口无心的，小小啊，你可别跟他一般见识啊。叔，我现在满头都是安家的事儿，可没时间生他的嫌弃。小小，安家的事儿就包在我的身上，你只管动动嘴就成了。阿叔，刚才村长说派人来帮我拾到屋子，你为啥不同意啊？你一个人干的话，岂不是太劳累了？我就想着吧，要是别人来帮你的忙，虽然工钱不用付，可你总得花银子款待他们。你跟你娘现在正是用银子的时候，能省一个就省一个。再说了，那点活着实也累不着人。我把二副找来，我们2个半天的时间就能整治完。阿叔你放心，你和二副叔的工钱我肯定一文不少的付给你们。小小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举手之劳而已，我不要工钱的。
这是哪个黑心干烂肠子的偷了我的肉啊！这要是让我知道哪个嘴里馋出屎来的偷嘴吃，看我不撕烂他的嘴！竟然偷到老娘头上了啊！这断子绝孙的，这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啊！也不怕死了被阎王爷丢到那油锅里炸！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你偷了我的肉啊？你的肉长在你身上，我如何偷得？这倒真是的，小小又不是妖魔鬼怪，如何能偷得了二婶你的肉啊？二婶你还不得疼死了？呸！馋嘴的懒婆娘，你又是多了哪门子嘴呀？是不是你偷走了我的肉？我早就知道挨着你这个邻居就没啥好事儿。我说刘方氏，你无凭无据的，你往我身上泼的哪门子脏水啊？你哪只眼看到我偷你家东西了？你家有啥好东西值得我去偷啊？你无凭无据的诬赖好人，你当衙门里的官老爷都是摆设吗？真要是惹毛了我，我让你去衙门里吃牢饭去。小小啊，你没有动他的肉吧？娘，我才不稀罕动他的东西呢。那就好。娘，这是他自家的事情，跟咱们可没关系，你不用去理他。娘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落户的事有眉目了？不是有眉目啦，是已经定下来了。村长已经答应了？已经答应了。而且村长还把村西头的那片砖窑厂和砖窑厂旁边一块闲地给了咱们。砖窑厂那里有2间小屋，阿叔说屋子虽然破了点儿，整饬一下是可以住人的。娘，我想着咱们就先在里面住着，等以后手头宽裕了再翻盖新屋子。娘，你意下如何？娘一切都听小小的。娘，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咱们的新家好不好？好。你个不成器的，那么大一块肉，你说你自己吃了，你当你娘是傻子啊？你说那块肉你到底给谁了？是不是偷偷给堂屋那俩人了？啊？你不说实话是吧？我叫你不说，我叫你不说。小小，这个地儿好，又宽敞又清静，咱好好收拾收拾，要不了2天就能让它变个样。娘，我也怪喜欢这里的。哎，娘，你看这个院子这么大，等天再暖和些，咱把西边这一片地翻了，咱种上菜，要不了多久，咱就能吃上咱自己种的菜了。哦，还有这里，咱在这里盖个鸡窝，回头养上几只小鸡崽儿，也不用怎么喂它们，就让它们自己去外面找虫子吃，等生了蛋，咱就有鸡蛋吃了。啊，还有这里，娘，咱可以盖个猪圈，抱一头小猪娃养上，等到过年的时候，咱一块肉都不卖，咱把它杀了自己吃肉，好好吃个够。不行不行，养猪太臭了，咱还是不要养了。咱在这里种上花，等到春天的时候，各种颜色的花都开了，那该会有多好看呐！还有这里，娘，你这是想到什么了？这么高兴？娘是想着咱们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了。娘这不是高兴吗？娘，我以后一定想办法多挣银子，把咱的家整饬得舒舒服服的，让别人家都羡慕咱们。小小，娘不需要那么多银子，只要你能高高兴兴、平平安安的长大，娘就心满意足了。娘，挣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，到时候你只管在家里数银子就行了。行，娘等着帮小小数银子，数好了就把银子攒起来，以后给小小添嫁妆。阿叔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才害得阿奶生你的气。哎呦，小小你想多了，我娘啊，她是因为别的事儿才生我的气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小小，难道……大妹子，明儿个我把二父叫来，我俩再把屋顶给收拾一下，后天再去买些家伙事儿，你跟小小就可以住进自己家了。又要辛苦你了，刘大哥。不辛苦，不辛苦的。袁小小，
你先别急着出去，我有话问你。什么事啊？我听说村长答应你跟你娘在这靠山村落户了啊。村长还把村西头的砖窑厂划给了你们。是。我家栓柱撂下自家的活去帮你们做事，你难道一点表示都没有啊？你想要说什么你就直说，别在这儿拐弯抹角的。边小小，虽说我家栓柱是个实诚人，可你们也不能把他当作傻子来使唤，让他白白替你们干活吧。阿叔是不是白干活？这是我跟阿叔之间的事情，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？我是他娘，咋跟我没关系啊？我告诉你边小小，你要想让我家栓柱给你干活，你就得付给栓柱工钱，我们栓柱不当这冤大头。阿奶，我家道中落，我得已才跟我娘流离在外，一路上吃了不知多少的苦，差不多已经花光了仅有的一点积蓄。阿奶，我跟我娘是真的没有多少财物了，剩下的那一点钱，你总得让我跟我娘吃口饭吧？你总不能让我跟我娘活活的饿死吧？阿奶，求求你可怜可怜我，不要再逼我要钱了。栓柱娘，人家母女两个身边连个顶梁柱也没有，这孤儿寡母的已经够可怜的了，你说你咋还这么狠心呢？非得把人家往死路上逼呀？就是啊，再说了，街坊邻居之间互相搭把手，那不都是应该的吗？咋能都要钱呢？那不是钻到钱眼里去了吗？我听说人家娘两个在你家里吃住，每天要给你500个大钱，给的已经够多了。要是栓柱帮人家干点活，你还跟人家要银子，那也太贪心了吧。小小姑娘，走，去我家去，我1文钱不要你的，你跟你娘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等我家那3个小子得了空，我让他们给你整吃房子去，不就是整这个屋吗？咱庄稼人有的是力气，累不死人。不想去三婶的家就去我家，我家也有地方住。来我家也行，家里虽说没啥好吃的，可也绝对不会让你跟你娘饿肚子。小小在此谢过各位叔伯婶子能仗义直言，以后小小和娘就在咱靠山村安家落户了，还请各位叔叔婶子能继续照拂我跟我娘。小小在此先行谢过了。这大地方来的姑娘就是不一样啊！你瞧瞧人家多懂事，说个话都文绉绉的，一听就是念过书明事理的人。可不是嘛，这么懂事的孩子要是住到我家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呢，哪会舍得逼着人家要钱花。人呐可不能太贪，不然呢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。我呸！别一个个的在我面前装圣人，这靠山村才有多大呀？谁还不知谁家的底儿？惹毛了我都能把你家祖宗干的那些丑事给你抖了出来。不想被人说就别做亏心事，还抖别人家的丑事，你倒是说说看，我家有啥丑事能让你抖了出来？哎呀，这不都是在气头上的话吗？大家伙可别往心里去啊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可别因为这一点小事就伤了和气。你看这时辰呢确实也不早了，依我说啊，大家伙还是赶紧散了吧啊！这是谁啊？大清早的就来扰人清静。妹子长得这么好看，又这么贤惠能干，怪不得把刘栓柱勾得神魂颠倒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哟，这就是小小吧？哎呦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，长得还真是标致。到我家来有什么事？有事说事，没事就赶紧走。我跟我娘要吃早饭了。哟，年纪不大，脾气倒是不小啊，这一点可不像你娘，你娘的性子可真是温婉。小姑娘，你可知道性子温婉才能讨男人喜欢，所以你可得好好改一改。闭上你的臭嘴，再敢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抽你。嗨，
我这不是看你们面善，就跟见了熟人似的，心里觉得亲切，就想跟你们说两句玩笑话亲近一下。我这也是无心之词，你们可别往心里去啊。谁跟你是熟人呢？你赶快走，我家不欢迎你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哟，脾气这么大啊，以后可怎么嫁得出去呀？不劳你费心，你快走。哼，给脸不要脸。娘，他怎么来了？娘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跑来了。其实这村里人都排斥他，他觉得寂寞了，想找个人说说话吧。娘，这人嘴巴上缺个把门的，口无遮拦的，什么话都该往外撂。以后他要是再过来，你不要理他，直接把他轰走，省得跟他浪费口舌。小小，娘有你就够了，娘是不会再想着嫁人的。啊，小小，娘从来都没有想过去勾引你阿叔。娘，柳大红是个什么样的货色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他的话也是能听的嘛。娘怕你多心。娘，其实我还真的多心了。小小，娘真的没有。娘，以前吧，我还真没想过这事儿，今儿个经柳大红这么一提，我还真就多想了。娘，你看啊，阿叔长得好，为人又实在，而且还特别的勤快。娘，你要真把阿叔勾过来当我爹，我肯定举双手赞成。你这丫头越发无法无天了，连娘的玩笑都敢开了啊！娘，我可不是在说玩笑话，我是说真的。阿叔是个好人，娘可不能轻易错过，错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是不是怕娘老了拖累你啊？哼，娘，女儿再孝顺也不如你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老伴，所以娘，你可得好好的考虑一下哦。少爷爷，请问少大夫在家吗？哈哈，在家在家。梨儿，有人找。你娘身子又不好了吗？你不要着急，我去拿药箱去。少大夫，我娘挺好的，我来找您是想请您帮我一个忙。你想要我帮你做什么？少大夫，我跟我娘初来乍到，除了村里分给的那点薄田，再无其他收入来源。我想着这样子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就想跟其他村人一起进山采草药卖。可是我对草药又是一窍不通，想着您是这方面的权威，所以冒昧前来打扰您，想请您教我辨识草药。姑娘，上山采药可是一件苦差事啊。你这样小的年纪，怕是会吃不消的。少爷爷，你别看我年纪小，我的身子骨可是壮得很，而且我还会打拳呢。不信，我打给您看。少爷爷，你看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就我现在的功夫，估计连老虎都能一脚踹飞。好好好，果然是好功夫。少大夫，你看我这么厉害，上山采草药完全没问题。您可以教我辨认草药了吧？您放心，我不会让您白教的。要多少报酬您说个数，我肯定会分文不少的付给您。既然你愿意学，我教你便是，报酬我是不会要的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姑娘，大家乡里乡亲的，若是因为这点小事就收你报酬，我们今后还有什么脸在这靠山村待下去啊？你呀，随时都可以过来学。你到这儿来做什么？奇怪，这又不是你家，我到这里还需要向你报备吗？我不管，反正以后你不许到少离哥家来。刘姑娘，小小是我的朋友，她为何不能来我家？刘姑娘，你的话是不是过分了些？少离哥，他就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外乡人，说不定还是哪个大户人家偷跑出来的婢女呢，专门到咱这里行骗来的。少离哥，你可千万不要上他的当。刘娥，我与你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要如此败坏我的名声？呸！像你这样来路不明的野丫头，还有什么名声可言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后离少离哥远一点，若是再让我看到你死不要脸的缠着少离哥，我就让我爹把你和你娘轰出靠山村。
刘姑娘，我与你非亲非故，我的事情似乎还轮不到你来管。刘姑娘请回吧，我这里不欢迎你。你竟然敢怂恿少离哥骂我，我打死你个不要脸的小狐狸精！哎呀，你个小狐狸精竟然敢绊我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哎呦，我的好闺女儿，好好的趴在地上干啥？这是谁欺负你了？娘，这个小狐狸精对我使坏，都是他一直绊我。娘，我摔的都要疼死了。娘，你得给我做主，让我爹把他赶出靠山村。你让大家伙看看，咱俩身板差距这么大，我怎么可能把你打倒呢？分明是你一直追着要打我，因为跑得急了些，自己不小心摔倒的。娘，他就是个心思恶毒的小骗子，就是他绊倒了我，而且还绊倒了2次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问少离哥，他可是看见的。刘姑娘，我只看到你莫名其妙的就追着小小又打又骂，并没有看到小小故意绊你。我有事来找邵大夫，和邵大夫说完事出来，在门口就碰到了刘娥姐姐。我一句话都还没说呢，她就冲上来骂我，让我以后离邵大夫远一些。我就回了一句嘴，说邵大夫跟他非亲非故的，他凭什么要管邵大夫和谁来往？结果刘娥姐姐听了就要冲上来打我，我又打不过她，又不想白白挨她的打，肯定是赶紧跑啊。刘娥姐姐就追着我打，自己摔倒了，却又赖到了我的头上。我这不是要冤死了吗？娘，那个不要脸的野丫头的心眼太坏了。娘，你一定要让爹把他跟他娘赶出靠山村，把他们赶到深山老林里去，让大虫吃了他们，省得以后再祸害人。你这个丫头，你说的这是啥话呀？你爹他可是个清明的人，他会听你这些糊涂话吗？你赶紧住嘴，要不然传到你爹耳朵里，你爹还不活活打死你。那个小狐狸精他打我，你也打我，你还是不是我亲娘了？你要是中意那个小狐狸精，你干脆把她领回去当你闺女好了，我还是死了算了。刘娥呀刘娥，这可是当着你心上人的面呢，你好歹也顾及一下自己的形象啊！就你现在这么一副小泼妇的样子，别说少离不敢娶你，就是别的人家也得仔细考虑一下敢不敢娶你进门了。哎，要说这边小小啊，还要比刘娥小4岁呢，可你看看人家小小年纪就这么懂事，再看看刚才的刘娥，那洋相出的，哎呦，简直都要丢死人了。哎，刘额娘啊，小孩子之间拌个嘴，吵个架，那也是常有的事儿。这会儿你看他俩又吵又打的，过一会儿气消了，说不定又手拉着手一块儿玩了。刚才少爷爷说让你吃过饭再去他家，还要亲自教你。少爷爷要教你什么呀？娘，我已经求了邵大夫，让他教我识别药草。等我学会了，我就上山采草药去。不行，娘不许你上山。娘会想办法，实在不行，娘上山去采。娘，我上山采药草挣钱，你在家想办法挣钱，咱俩一起挣银子，这样咱家不是更宽裕了吗？你就是说1000遍10000遍，那也不行。娘，我已经跟邵大夫说好了，到时候他会带我一起上山。邵大夫那里，娘会向他解释的。娘，邵大夫说他带我去的地方都是特别安全的地方，又安全，药草又多，而且我采来的药草都不用我亲自送到镇上去，他会帮我捎带过去。邵大夫跟济世堂的掌柜又认识，药草还能卖个好价钱呢。娘，这样好的待遇可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。娘，邵大夫都已经向我打了保票了，他会绝对保证我的安全，所以娘你就放心吧。再说了，我可不舍得轻易丢了这条命，我还想留着这条命以后让娘过好日子呢，所以娘您就让我去试一试吧。你刚才说的那些可都是真的？
当然是真的。娘，我什么时候对你撒过谎？那好，娘就让你去试一次。谢谢娘。你先别谢娘，娘还没说完呢。娘，你说，女儿洗耳恭听。你得向娘保证，回来后身上不能有一点点的伤痕，否则下次娘绝对不会让你再上山了。娘，我保证。还有啊，采草药时不要贪多，能背多少就采多少，省得压坏了自己的身子骨。好。哦，还有，上山后一定要时时跟在邵大夫的身边，不能乱跑。知道了，娘。小小，阿叔刚听说你跟刘哥吵架了，可是真的？他有没有打着你哪里啊？阿叔，我就是跟他拌了2句嘴，已经没事了。小小，这刘哥的性子是骄纵了些，可他爹是村长，大家伙看在他爹的面子上，一直都是让着他。你以后可别逞强跟他闹别扭，要不然村长面子上也不好看的。阿叔，我会注意的。刘大哥，进去坐吧。我就不进去了。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们一声，明儿个我要进山打猎，这一去啊，可能要4、5天的时间。你们要是有着啥要紧的事儿啊，就去找二父去，他媳妇儿快要生了。这次啊，他就不跟我一起进山了。春天里的野兽最是凶狠，刘大哥你可要格外当心些。我会当心的。你们还有啥事没有？要是没啥事的话，我走了。刘栓柱同志，你的那点小心思可是瞒不过我的。这山里的药草再丰富啊，也经不住采的人多。依我看呐，要不了几年，这山里就是无药可采了。别的不说，就说这铁皮石斛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山里到处都是。可现在你看，已经很少能找到了。即使是有，也是长在悬崖峭壁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。长此以往，别的药草肯定是像这铁皮石斛一样，都要被采光了。少爷爷，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试着人工种植那些名贵药草呢？真是巧了，竟然是你啊！从早上起，我这左眼皮就一直跳，我就说今儿肯定有好事儿。看嘛，果然是好事儿，在这深山老林里都能遇到熟人。嘿，你们这是采草药来了是吧？哎呦，采的还真不少哎，这都什么草药啊？我怎么觉得他们都长一个样啊？你记不记得你欠了我一个人情啊？眼下你能不能先还我这个人情，让我先吃口东西？你是不知道，我们2个都在这山林里走了半天了，我觉得我快要死在这山林里了。你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你让我先回答你哪句好呢？先给我口吃的。真是矫情。小小，回头我去找你玩啊，你记得给我做些好吃的，就今天这种饼就行。还真是一个自来熟呢。你们2位是？婶子，我叫边小小，这是我娘。我跟我娘刚在咱靠山村落的户，婶子可能还不知道。哦，我轻易不出门，所以也不认得你们，请不要见怪。婶子，今儿个我们不就认识了吗？我听说边姑娘为人爽朗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个讨喜的性子。还不是大家都觉着她小，凡事都让着她罢了，惯得她无法无天的。这种性子才叫好呢。你们娘儿2个过来是有啥事儿吗？大姐，我们听说你家母鸡抱了一窝小鸡崽儿，正好我家正在找小鸡崽儿养，所以就冒昧找上门了。哦，就是这几只，已经孵出来有5、6天了，啥都能吃，好养得很。大姐，您报个价。妹子啊，乡里乡亲的，按理说我不该收你的钱，可是妹子你也看到了我家这个样子，全指着这些零碎收入过日子呢。
婶子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更何况这几只小鸡仔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我们肯定不会白白拿走的。所以婶子，你就痛快收个价，5文钱一只如何？就按婶子说的，5文钱一只。哎呀，多谢了，我这就去找个笼子把小鸡仔给装起来。妹子，燕姑娘，这小鸡仔啊还有点小，不要叫它们到处乱跑，最好呢先把它们围起来养，等到再大一些再放出来。小鸡仔怕老鼠，这老鼠一扑腾啊能把它们吓死。到了晚上把它们装到这个笼子里，然后吊到屋梁上，省得被老鼠糟践了去。肯定是阿叔放的。你阿叔还在山里呢。已经回来了呗。小小，你阿叔打猎也不容易，这些东西咱们还是给他送回去吧。娘，你要是不怕阿叔的娘闹腾，你只管去送，反正我是不去。那就不还了。这就对了，娘。小小，你准备怎么吃啊？娘，前2天栓旺婶不是给了一把干蘑菇吗？我们就小鸡炖蘑菇，怎么样？我这就去把蘑菇给泡上。小小姑娘，这鸡是不是刘栓柱送给你家的？不是。不是？那这鸡打哪儿来的？你跟你娘自己上山打的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哟，小小姑娘，我可是一片好心呢。你去打听打听，咱靠山村谁不知道栓柱娘最是刻薄小气了。要是让她知道了刘栓柱把辛苦打来的猎物送给你们吃，她还不得找上你们家去闹去啊？要是再被多嘴多舌的瞎传了去，你娘的清白可就全毁了。这是我家的兔子，我不拿回家去，还能便宜你不成啊？你哪只眼睛看出来这是你家的兔子了？那你说这兔子是哪儿来的？还有你家锅里的鸡，难道都是他们跑过来的不成啊？这就奇怪了，我家里有了什么东西，是不是都得报告你一声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就是村长都没有这么要求过，你难道比村长的官还大吗？栓柱娘啊，这没凭没据的你就说这兔子是你家的，这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你好歹也拿出证据来呀！别叫我拿证据，只要他能说出这兔子是打哪儿来的，我不光把兔子还给他，我还给他倒贴一只，我就怕他不敢说。小小姑娘，你就告诉他你家这兔子是打哪儿来的，你们2下说清楚了，他也不疑神疑鬼的了，你还能再白得一只兔子呢。哼，他跟我非亲非故的，我凭什么啥事都要对他说？你们看到了吧？哼，他不敢说，因为这兔子就是我家栓柱给的。我说我家栓柱这回进山带回家的东西咋这么少呢？原来是叫这俩狐狸精给哄走了。你嘴巴放干净点儿，说谁狐狸精呢？我说谁知道？我家那个傻子你们还不知道啊？本来就是个实心眼儿，要是再被狐狸精哄上一哄，估计连家底儿都给搬过来。我们也没招你惹你，你为什么一直往我跟我娘身上泼脏水？你觉着我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是吧？哼，原以为这靠山村就柳大红一个不要脸的，哪知道又来了一大一小一对卖身的，真是羞死个祖宗先人哦！栓柱娘，这兔子到底是不是你家栓柱猎来的？你还是等栓柱回来了问问他。你这无凭无据的就说不中听的话，要是不是你们家东西，到时候啊，我看你那老脸往哪儿搁。哼，东西现摆在这儿呢，还要啥证据啊？你想干啥呀？青天白日的，你还想杀人不成啊？刘方氏，你欺人太甚！从我跟我娘进这靠山村开始，你就一直气在我们头上拉屎。念着你一把年纪的人了，我一直都忍着你，我不想再忍你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儿个你要是把这兔子拿走了，咱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反正你一直想把我跟我娘逼死，那咱们就同归于尽。你这个小疯子，你快把刀放下！小小，快把刀给我！娘，今儿个你别拦着我，只要他敢把这兔子拿走，我就敢砍了他。
小姑娘，你先把刀放下，有啥事好好说嘛。这刀可不长眼，要是不小心把头给砍下来了，那就再也长不回去了。这是干啥呢？咋都动上刀子了？小小，快把刀放下，要是伤着人可是要坐牢的。村长说他欺负人。村长，这兔子明明就是我家栓柱猎来的，这臭丫头跟他娘花言巧语的把兔子骗了过来。啊，对了，我不光从栓柱手里骗了一只兔子，还骗了一只大野鸡呢。村长，这些东西可都是我家栓柱拼了命打来的，我咋能白白的便宜了他们呢？这是刘栓柱自己说的，还是小小娘两个承认的？村长，上次上山打猎的就那几户人家，我可没听说谁家卖了猎物给他家的。只有我家栓柱这傻小子经不住人哄，才会偷偷的白送东西给他们。刘家婶子，兔子和鸡是我家拿过来的。我爷爷昨个上山采药，意外打到了一只野鸡和一只兔子。我爷爷就想着把兔子给小小姑娘，让她养着玩，野鸡杀了吃肉。我爷爷嫌麻烦，不想自己动手，就一并把野鸡拿了过来，让他们把肉炖好后给我们送过去一碗就行了。你们看，我手里拿的就是小小姑娘上午给我家送肉时用的碗。你说你也一把年纪的人了，做事咋还这么莽撞呢？啊！哎呀，就因为你家栓柱以前帮过小小娘俩，又正好赶上他打猎回来，人家小小姑娘家里的猎物就是你家栓柱送过来的啦。哎呀，那你咋不说全村人家的猎物都是你家栓柱打来的呢？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来人家闹，你说你有点长辈的样子吗？哎呀，你就算是不要面子，你也得为栓柱兄弟几个想想嘛，他们还得在这靠山村过日子呢，你给他们留点脸面吧。栓柱娘，刚才你可是说了，这兔子要不是你家栓柱打来的，你就倒赔一只兔子给小小姑娘，咋的啦？说话不算数了？对呀对呀，你这话大家伙可都记着呢。怎么着，是你自己把兔子送过来呀，还是我们过去帮小小姑娘拿回来呀？刘芳是怎么肯拿一只兔子出来给卞小小？他用力拨开拦着他的人，低着头极其狼狈地跑了。众人哄堂大笑了起来。好了好了，没啥事儿了，大家伙都散了吧。你这丫头还在这笑，刚才都要吓死我了，下次可不许这样啊！刀是随便拿的吗？娘，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，就不会真的砍了他。邵大夫，那些东西你就不怕是我偷来的吗？你不会去偷的。这么相信我的为人。今儿个多亏了邵大夫，要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收场了，还不快谢谢人家邵大夫。邵大夫，谢谢你。我那么说也不全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自己考虑。我怕你一失手真的把他的头给砍下来，而我又没有把头再安回去的本事，这要是传扬了出去，可是有损我这个大夫的声誉的。邵大夫，原来你也会说俏皮话呀。邵大夫，坐下歇会儿吧。爷爷还在家里等着我捡草药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啊，这样啊，那我就不多留你了。小小，带我送送邵大夫，我把这院子里收拾收拾。邵大夫，那些猎物是怎么来的？你难道一点都不好奇吗？好奇，不过如果你不想说的话，不用勉强。这些猎物啊，是有人偷偷拿过来的。这个一大早我跟我娘才发现，不过我猜肯定是阿叔拿过来的。可是我又不敢如实告诉阿叔的娘，我怕他会找阿叔的麻烦，又怕他会传我娘的闲话，因为他的嘴很不老实，所以才有了刚才这一场闹剧。要不是你，我还真不知道要怎么收场呢。我刚才说了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以后不要叫我邵大夫了，太生分了。不叫你邵大夫，那我叫你什么好呢？直呼名字？有点太不尊重你了。毕竟名义上你比我大了5、6岁。可是如果叫我跟刘娥一样叫你黎哥哥，我也实在是叫不出口。以后就直呼我名字就行了。啊，这不太好吧？我们是朋友，没有那么多讲究。就这么说定了，我走了。回见。少黎，
以后你就叫我小小吧。小小，阿叔，昨儿个那些东西是你拿过来的吧？阿叔，你家的东西我跟我娘可白吃不起，那些东西值多少银子？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就把银子付给你。刘大哥，小小一时气话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昨个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是我考虑不周，真是对不住，委屈你们娘两个了。刘大哥说的哪里话，难为您还惦记着小小这丫头，我们心里感激还来不及呢。对不起阿叔，刚才是我严重了。嗨，你刚才说了啥呀？我都给忘了。这地啊，该施些肥了。阿叔，要施什么肥啊？粪肥。我也知道是施粪肥，关键是施哪种粪肥？牛粪？猪粪？小小，你跟你娘的力气小，干不了这种活，我来干就行了。等一会儿吃过了午饭，我去二夫家把他家的粪舀子给借来，你家的地少，一会儿就干完了。阿叔，要不然我在村里雇个人来干吧，或者你来帮我们也行。不过我还是按规矩付你工钱，这样也省得别人说闲话。是啊，刘大哥，这活儿又脏又累的，如果不付你工钱的话，我跟小小心里都会过意不去的。啊，你们要是再跟我提工钱的事儿，我以后就不登你家的门了。我娘那里啊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保证，这回她肯定不会找你们麻烦的。那就有了二叔了。咱家又不掏粪，这借粪舀子和粪挑子干啥使唤呢？小小家的地啊，该施肥了，我是帮他家借的。你个缺心眼的败家子儿，你是不是又要去白白帮他家干活啊？娘，这回人家是付了工钱的。我不信，就你这缺心眼的样子，他们会舍得付你工钱？我告诉你啊，那两个狐狸精心眼多着呢，你可别听他们在那花言巧语的。娘，你别老是一口一个狐狸精的好不好？多难听。再说了，小小可还是个孩子呢。他还是个孩子？哼，我看10个你也没他的心眼多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去帮他们干活也行，不过得让他们先把工钱付了。啥时候我见了付你的工钱，我就放你去，要不然白白帮他们干活，门都没有。喏，娘，人家早就把工钱给我了。这是昨天去镇上卖猎物时卖得的钱。刘栓柱偷偷地留下了10个大钱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才给了10个大钱，给的也太少了吧？不行，我再过去跟他讲讲价。哎，娘，他家那粪缸子就一点点的大，地也就是1亩2分地，给10个大钱的工钱已经是不少了。你要是再去讲价的话，说不定人家就不叫我干了，而是在村里另找人了。看在他们是孤儿寡母的份上，这回我就不跟他们多要了。不过栓柱，下回他要再叫你干啥活，你得先对我说一声啊，我替你去要工钱。连小小那死丫头心眼多着呢，看你人老实就会哄你去白干活。娘，谁又哄栓柱兄弟白干活啦？还能有谁呀？可不就是边小小那娘俩吗？你说边小小那个死丫头啊，这才11、12岁的年纪，她那心眼子咋就那么多呢？嘴巴又能说，说个假话她都不带眨眼的。咱这靠山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都上了她的当。可不是嘛，娘，我可听说了，这一段时间呐，邵大夫跟那死丫头走得可近了，邵大夫还带她一块儿上山采药呢。你说邵大夫也是你看着长大的，哎呀娘，你啥时候见他跟哪个姑娘亲近过？就那刘娥，一天到晚的缠着他，他还爱理不理的呢。可这边小小才来了几天呐，邵大夫就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。我看呐，这丫头确实有点本事。有啥本事？我看8成是狐狸精转世，大的是大狐狸精，小的是小狐狸精，一对骚货。娘，栓柱真去帮那娘儿2个干活去了？可不是真的。娘，你就叫他去。这回倒是给了工钱。
反正栓柱闲着也是闲着，那就叫他过去干会儿算。哎呀，娘，有句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对你说。你啥时候肚子里能憋住话了？娘，瞧你说的，我这不是拿你当亲娘，所以啥事都跟你说道嘛。你想说啥？娘，我觉得栓柱对那娘俩啊有点忒好了。啥意思啊？娘，你都没察觉出来吗？自从边小小那娘两个到咱这靠山村来，栓柱就一直跑前跑后的，不管是大事小事，都是着急忙慌的帮那娘两个干，而且还都是白干。娘，你说栓柱啥时候对人这么好过？娘，不是我挑事啊，我看栓柱对你都没这么上心过。娘，你先别跟我瞪眼，你仔细回想回想，是不是这回事？娘，你说栓柱他是不是看上小小娘了？哼，就是看上了也不成。小小娘腰细屁股小，一看就不是好生养的，而且人又长得单薄，啥重活也干不了。要真把她娶进门，就等于是请回家个活祖宗。别叫她伺候我了，我估摸着我得反过来伺候她去。娘，她能不能伺候你倒还好说，毕竟啊还有我呢，她伺候不了我伺候。我担心的是啊，边小小娘儿两个的来历。娘，你打眼仔细看看这娘儿两个，根本就不像是普通人家里出来的人，我就猜着肯定是大户人家里偷跑出来的妾室。他不是说他夫家就是青州城里做木工手艺的吗？娘，他们嘴里出来的话能听吗？说的也是啊，若她真是大户人家的侍妾，她有了孩子，虽说是个闺女，可是好歹也是那大户人家的后啊，她也算是站得住脚了，不应该留在家里享福吗？这偷偷的跑出来算咋回事啊？哎呦娘，这边小小是她闺女不假，可是不是那大户人家的后还不一定呢。你的意思是？娘，我估摸着这边小小说不定就是他娘跟人私通生下的闺女，肯定是觉得只要包不住火了，所以才偷偷的跑了出来，觉着咱这靠山村呐山高皇帝远的，就想在咱这里扎下根。叫你这么一说，还确实有点理啊。我就说嘛，我咋看咋觉得那当娘的不大顺眼，现在这么一想，我想起来他咋不顺眼了，他身上就有股骚劲儿。娘，那些大户人家的老爷少爷一举就是5、6个甚至10几个小妾，要是没股骚劲儿的话，咋能勾引出自己的男人呢？呸，能勾住男人咋了？说到底还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狐狸精。娘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你看那边小小不是已经把邵大夫迷住了吗？要照这么下去啊，说不定以后啊还真的能进了邵家的门呢。笑话，刘娥那丫头可是一直惦记着邵大夫呢，她能眼睁睁的看着那臭丫头进邵家的门？刘娥那丫头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再说了，刘娥她爹是谁呀？刘村长，那可是跟衙门里的官老爷吃过饭的人，人家敢跟他家抢人？娘，别家的事啊咱也管不着，随他们怎么闹腾去。要叫我说啊，最后让边家跟村长家抢去，啥时候边家吃了大亏，就不敢拽得跟250似的了。不过娘，你可得先管好咱自家的事儿啊，你以后得好好的劝劝栓柱，叫他千万别打小小娘的主意，万一以后那大户人家找上门了，那娘儿两个肯定是要倒大霉的，弄不好的话说不定小命都没了。这到时候啊要是牵扯到栓柱可咋办呢？说不定人家还会诬陷说是栓柱把这2人拐跑的呢。那些大户人家权大财大的，弄死个人就跟捏死只蚂蚁似的，咱这庄户人家可惹不起。二叔，你来啦，先到屋子里坐一会儿吧。我就想着离吃中午饭还有一段时间，也能干不少活，所以就过来了。啊，我这就去掏粪去。二叔，
你先等一下，我让娘做个东西，等一会儿做好了你再掏也不迟。阿叔，你先进屋坐一会儿。哦，我在外面等着吧，外面敞亮。小小，这是啥东西啊？阿叔，这叫口罩，等一会儿掏粪的时候能遮一下臭味。小小，我都习惯了，没啥受不了的，不用戴这个的。阿叔，这可是我娘一针一线缝出来的，你要是不戴的话，我娘该多伤心呢。哦，既然你跟你娘说这个管用的话，那我就戴着吧。边柔儿就在门口，刘栓柱前后的话儿，他可是听了个清清楚楚，立时羞红了脸，一转身回了屋。栓旺婶儿，这就回家去啊？不再坐会儿啦？该回家烧饭了。小小真是越来越能干了，你娘真是好福气。栓旺婶儿，明儿个我要跟少丽一起去镇上，婶子，你有啥要捎带的东西吗？既然你要去镇上，那就把我绣好的绣魂儿帮我捎过去吧。好，栓旺婶儿，一会儿我去你家拿去。不用不用，一会儿我送来就行了。栓旺婶儿，我是小孩子，要多跑跑路，这样才能长得快。所以你呀，就别跟我推来推去的了。行，婶子就依你。跟你栓旺婶说什么呢？说的这么热闹啊！娘，明儿个我要和少丽一起去镇上送草药，顺便帮栓旺婶子把绣好的绣魂捎过去。娘，你有绣好的绣魂要送过去吗？有，只是最后一件还差几针就绣好了，今晚上赶一赶，明儿个一并送过去吧。你说我还活在这个世上干啥？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成年累月的躺在床上，靠自己的媳妇儿养活不说，还得连累媳妇儿没日没夜的伺候着。老天爷咋不把我收走啊？要是把我收走了，你也能解脱了。你多活一日，我这心里就有一日的希望。你要是走了，我的天也就塌了，天都塌了，你还叫我咋活？你要是诚心想死，我也不强拦你，可是你得把我也一起带上。黄泉路上，咱俩还能做个伴，等到了下一辈子，咱俩还做夫妻。你栓旺婶不在家吗？在家。她不要是吗？那她的那些绣活呢？怎么没有拿过来？娘，栓旺婶和栓旺叔在屋子里哭，我没敢叫他们。过一会儿我再过去看看。好。饿了是吗？我们去德胜楼吃烤鸭好不好？好好好。这德胜楼是家老店，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。匾额上的3个字，据说是一位将军所题。相传那位将军率军出征，路经此地，又累又饿。酒楼那时还只是一个小食肆，食肆老板以一道香酥烤鸭款待将军，将军吃得心满意足。到了战场后，有如神助，竟然大获全胜，凯旋而归。将军班师回朝时，感念食肆老板的恩情，为食肆改名为德胜楼，并亲笔题了匾额。自此德胜楼便声名大振，成了方圆百里最为有名的一个酒楼。二位想要吃点什么呀？我没有来过这里，所以你来安排好了。一盘烤鸭，一盘香菇青菜，一盘青椒鸡蛋，一盘……够了够了，就我们2个人，点太多吃不完可就浪费了。那就先这3个菜，等一会儿若是不够的话，我们再点。菜上的倒是挺快，也就是5、6分钟的时间就全上齐了。味道怎么样？想听实话？当然。说实话，味道还行，口感却是一般，远不及我以前吃过的一种烤鸭。你以前吃过的烤鸭是怎么样的？外皮是脆的，肉肥肥嫩嫩的，而且吃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切成块直接端上来，
而是片成薄片儿，吃的时候呢，蘸点面酱，加点葱丝，然后用一种特制的面皮裹了就可以吃了。听起来是很好吃，也不知这德胜楼的师傅能不能做出这样的烤鸭来。少离，对如何才能做出这种肥美鲜嫩的烤鸭，我倒是略知一二。你说我要是把这个方法卖给酒楼老板，酒楼老板会不会有兴趣买？你倒是个会做生意的。很贪财是吧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又不偷又不抢，凭着自己的点子挣银子，这不叫贪财，这叫本事。你的意思是可以试一试？当然，麻烦小二哥请掌柜的过来一下。不是邵大夫，是不是小的有哪里伺候的不好啊？若是小的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邵大夫您只管提，小的一定改。邵大夫，您若是觉得不解气的话，您打小的一顿也好，只求您别告诉掌柜的。小二哥，你误会了，少离叫你去请掌柜的，是因为有一件事情要与他商量一下，跟你没有一丁点关系的。啊，邵大夫，您可吓死小的了。听小二说您找我，是这位小姑娘找你。哦，小姑娘，不知你有什么吩咐啊？掌柜的，我听说这道香酥烤鸭是你们酒楼的招牌菜。是的，小姑娘，不是我自吹自夸呀，在这方圆100里，但凡有人提到我们德胜楼的香酥烤鸭，就没有不翘大拇指的。就味道方面来说，还算是当得起这招牌菜的名声，可是若是论起口感来，就有点差强人意了。请姑娘细言。掌柜的，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，我这里有一个法子，能让你将这烤鸭做得比现在好吃100倍，是真正的香酥肥美。不知掌柜的有没有兴趣？姑娘，不妨说来听一听。掌柜的，我这个法子可不能白白说给你听。姑娘的意思是？我这个法子可是咱大越国的独一份儿，我也是费了不少的心神打听来的。掌柜的，不如我30两银子卖给你如何？小姑娘，我还是不知道您这法子好还是不好。您就狮子大张口，要我拿出30两银子给您，这有点不合规矩啊。掌柜的，你放心，等一会儿我说了法子，你要是觉得这法子不好，你不用付我分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法子还不错，值这30两银子，那时候你再付我。而且你就是付了我银子，我也不会现在就把银子拿走。什么时候你按我的法子做出了烤鸭，而且得到大家的好评，到那时我再拿回我的银子。好，那就依姑娘所言，姑娘可以说了吧？掌柜的，就像我刚才所说，这烤鸭的味道嘛，确实还不错，只是嚼起来有些柴，口感不是特别好。以前我曾遇到过一个奇人，他生平最大的爱好就是吃，差不多已经吃遍了列国。他曾对我说过一个法子，他说若是按照这个法子做出来的烤鸭绝对是肥而不腻，让人爱不释口。做出一道好的烤鸭，首先就是要挑选好的子鸭，要挑那种饲养了40天左右的子鸭。选好之后呢，把它们关在一个房间里，房间要通风良好，但是要保证有一定的暗度，就是尽量不要太亮堂了。然后把给鸭子的吃食搓成长条状，一手撑开鸭嘴，另一只手快速的把吃食塞到鸭嘴里去，然后呢，用手捋鸭脖，将吃食捋到食道里去，如此反复，直至鸭素囊中塞满了吃食。这呢就叫填鸭。填鸭要每天定时定量，而且还要保证有充足的水给它们喝，以保证消化。还要每天驱赶它们，让它们活动活动。这样养上半个月左右，就可以按你们的方法进行烤制啦。掌柜的，填鸭的时候一定要选那种机灵点的，手脚麻利的，要不然半天填不进去，还不把鸭子给憋死了。
还有啊，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手艺不熟练，难免会有把鸭子舔死的现象。你可能承受得了吗？小姑娘，你放心吧，这一点损失啊，我们德胜楼还是能够承受得了的。这么说，掌柜的是认可了我这个法子？认可。那就依小姑娘所说。边小小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叫你离少离哥远一点，你为啥还天天的缠着他？你要是这么想男人，明儿个就叫柳大红给你找个男人去，省得在这儿丢人现眼。这是一个还未出阁的小姑娘能说出的话吗？亏他还口口声声的说人家边小小丢人现眼，依我看呐，他这话可是说反了，最丢人现眼的那个恐怕是他自己个儿吧。哎呀，这姑娘眼瞅着也该说婆家了，就她这个样，谁敢给她说媒呀？这姑娘只怕要养成老姑娘喽。刘娥一见少离对着边小小温言细语的样子，又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怒吼吼的冲了过来，抬腿就要去踢边小小。你竟然又打我，看我不打烂你的手，你个不要脸的小狐狸精！刘娥，你再胡闹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少离哥，他就是个小狐狸精，跟他娘一样，是专门过来吸人血的，你干嘛还要护着他？看我不打得他现了原形！这是咋回事啊？村长说，本来我正站在这儿跟少离说话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娥姐姐就突然冲了过来，一下子把我推倒了，然后又拿脚踢我。我总不能眼睁睁的叫他踢我吧，就抓住他的脚搡了他一下，他没站稳就倒了。是不是你先去打小小了？他就是个小狐狸精，他就是该打，下回见了他我还得打他。咋回事？好好的，你干啥要打小小？爹，他刚才把我推倒了，都快摔死我了。平时里爹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吗？你个不长进的东西，等回了家，爹才好好收拾你。小小啊，我怎么听说你跟刘娥打起来了？可有伤着哪儿啊？娘，我们两个就拌了2句嘴，并没有打起来。娘不是告诉过你吗？见了他要躲得远远的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都是他，跟个疯狗似的，逮着人就咬。要是下回他再没事找事，我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。看我不打得他满地找牙。小小，你又忘了娘的话了。娘，他摆明了是想要欺负我，我要是一直忍让的话，他会得寸进尺的。那我们以后就都别想过安生日子了。小小说的对，就是忍让也得有个度啊。咱俩性子弱，吃了一辈子的亏，咱不能叫小小跟咱们一样窝囊一辈子啊。娘，你看双旺婶都已经想明白了，你可千万不能再抱着你那一套凡事都要忍，忍一忍很快就过去了的大道理。娘，咱不说那些扫兴的事儿了，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这个傻丫头。娘，你们的绣品何掌柜已经都收下了，他还夸你们绣得好呢。双旺婶儿，这是你的，一共50文。娘，这是你的，一共30文。刘洋是和边四娘拿到了自己的劳动所得，都特别的高兴。尤其是边四娘，这可是她第一次靠着自己正正经经的劳动得到的报酬，兴奋的跟个孩子似的。咋哭成了这样啊？这是谁欺负你了？娘，我爹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他竟然打我。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他，你让他的脸往哪儿搁呀？他要真知道她是个大姑娘，他就不该做出那种丢人现眼的事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趁早把她给调教过来，要是再做出啥没皮没臊的事来，以后就不用出这个家门了。还有啊，你快点托王家婶子给她找个婆家，快点把她嫁出去，省得一天到晚的不让人省心。这马上就要吃饭了，你咋还往外走啊？气都气饱了，还吃啥饭？我不要找婆家，我就要少离哥，这一辈子非少离哥我不嫁。傻闺女儿，怪不得你爹生气呢，
你都是一个大姑娘了，这种没皮没臊的话也是能乱说的。娘，我就是喜欢少离哥，我就是要嫁给他。闺女儿啊，少离确实不错，娘跟爹呢也中意他，可是咱们中意人家，人家看不上咱们呢。娘，才不是呢，原本少离哥对我还挺好的，自从那个边小小来了以后，少离哥就不理我了。这肯定就是那个边小小那个狐狸精挑唆的。刘大红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边小小他们娘两个就是狐狸精变的，专门到咱这靠山村来迷惑人呢。刘大红是啥人你还不知道吗？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你可千万别跟他站到一块儿去，要不然你爹知道了肯定打断你的腿。这话又不是柳大红专门对我说的，这是他在村里说的时候被我听到了。反正不管咋说，那些乱七八糟的闲话你以后少去听少去说，你一个姑娘家的，哪句说不对了人家可笑话你。你爹又是个好面子的，惹急了他可真敢打你。真打着了你啊，你不是白白挨疼吗？有那空闲你多去找找山草，多跟人家山草学学。好好的你们娘两个咋说起我来了？我是叫小娥多向你学学，别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疯玩，没个姑娘家的样子。啊，对了，山草，你过来是有啥事儿吧？啊，也没啥事儿，就是我在家里听到刘娥在哭，就想过来看看是咋回事。唉，还不是那丫头不懂事，惹着你输了。哎呀，这丫头要是有你一半文气就好了。娘，这事咋能怪我呢？就是那个小狐狸精，早晚有一天我得把他跟他娘赶出靠山村。你看看你这小脾气，说来就来。山草啊，这丫头也就还能听得进你的话，你帮我劝劝她。这都老大不小了，别一天到晚还跟个小孩似的闹笑话。婶子，你去忙吧，到底遇到啥事儿了？你说来我听听，看我能不能给你出个主意。哼，还不是那个小狐狸精吗？一天到晚的缠着少离哥，挑唆的少离哥现在都不理我了。你说的那个小狐狸精，是不是就是刚来咱靠山村的边小小啊？可不就是他吗？贼眉鼠眼的，一看就不是啥好东西。老的是老狐狸精，小的是小狐狸精，一天到晚的啥正经事儿不干，就知道到处勾搭人。倒是听人说起过他，听说脾气挺大的。可不是嘛，山草姐，你是不知道，他跟人吵起架来可厉害了，就跟个男娃子似的，啥话都能往外说，简直丢死人了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回头你问问你奶奶去，他跟你奶都不知道吵了多少回架了。这幸亏你奶身子骨好，要不然还不得活活叫他给气死啊。我虽说跟邵大夫打交道不多，可也听说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。也许他跟那个边小小根本啥事儿都没有呢，他只是看边小小娘两个可怜，所以就多搭了一把手。可是现在少离哥都不理我了，就是以前没有边小小的时候，少离他也从来都不理你啊。肯定是你想多了，邵大夫他怎么可能不理你呢？不过要依我说呀，你最好是晾上他一晾，慢慢的他回味出你的好了，肯定就来主动找你了。那可不行，我要是不看紧点，他被边小小那个狐狸精给抢跑了咋办呀？傻妹妹，你也不想想，边小小他是什么样的身份？一个没爹的可怜虫罢了，他能跟你比得了吗？邵大夫又不是傻子，哪个好哪个坏他肯定能分辨得清的。就算是他一时糊涂，他背后还有一个爷爷呢，他爷爷肯定不会答应他舍了村长家的宝贝闺女，转而去娶一个寡母养大的孩子吧。你好好想想，我说的有没有理儿？少离哥那么聪明，他才不会干傻事儿呢。就是这个理儿啊，所以你呀，可千万不要再闹腾了。你说你这么一闹腾，你爹跟你娘看有多难受啊。
我那不是急的吗？刘娥，你果真是个大姑娘了，都这么急着找婆家啦？山桃姐，你竟然敢笑我，看我不抓你痒痒！刘娥一边说，一边伸手就向刘山草身上挠起痒痒来。刘山草最怕人挠他痒痒，一边笑一边伸手还击，两人登时笑成了一团。明儿个吃饭去你奶家吃去，你三叔打回家那么多猎物，肯定换回来不少的银子，你去缠着你奶，叫他给你做好吃的。你个饿死鬼托生的，你姐还一口都没吃呢，就都进你肚子里去了，你给我慢点吃，你个没出息的。我奶才小气呢，她有那么多钱，还是一个子儿都不舍得花，吃的饭还不如咱家呢。你咋知道你奶有老多钱啦？我看见我奶数过，那些钱都在她床头那个箱子里，倒出来可是老大一堆呢。我给我奶要2个子儿花，可我奶竟然1个子儿都不给我。刘张氏和刘栓根不由对视了一眼，都看懂了对方眼中的深意。我说，山田那话你都听见了吧？我说你娘手里有钱吧，你还不信，这下你信了吧？哎呀，你惦记个啥呀？有也不会给你的。你娘可真够狠心的啊，手里握了那么多钱，也不说补贴咱一下。你说他要那么多钱干啥呀？总不会是想要带到棺材板里去吧？干啥？我估摸着还是想给老三娶媳妇儿吧。就你家老三那名声，哪家姑娘还愿意嫁给他呀？依我说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找条后路吧。嗨，老三的名声还不都是你给败坏的？你还说啥风凉话呀？嗨，刘栓根儿，你放狗屁！那都是他自找的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哼，你在外面都放了些啥话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刘栓根儿，我在外面说了些啥话，你一句一句的给我学出来。你要是学不出来，老娘我就跟你没完。大半夜的你俩吵啥吵啊？还叫不叫人睡觉了？哎，我跟你爹说2句闲话，吵着你了是吧？有啥紧事儿不能明儿个说，非要大半夜的在那嚷嚷，烦死人了。我跟你爹小声点，不会再吵着你了啊，快睡吧。本来正说着娘手里的金钱，咱俩咋吵上了？好好的把孩子都给吵醒了，你可小点声吧你。我说啊，眼下咱家日子过得这么苦，你回头去娘那里摸点钱花花。你要是不要啊，那些钱我估摸着都叫娘补贴给大姐了。平白无故的要钱花，他就是愿意给，他能给你多少？依我说，还是快点想办法把那件事情给办好。你想啊，娘手里的钱可都是老三给挣的，老三要是有了后，那些钱可就没啥理由再交给娘保管了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我咋听说老三对那边四娘有点意思啊？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呀？我早就看出来了，自从那个边四娘来了咱靠山村，你家老三就成天魂不守舍的，魂都快被勾跑了。依我看呐，那个边四娘就不像个正经过日子的人。你看看她走个路，一摇一摆的那个风骚劲儿啊，我看呐，就跟柳大红差不了多少，没准跟柳大红一样，就是个卖的。一看你笑的那个贱样，就知道你在想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打边四娘的主意，我剁了你下面那玩意儿喂狗吃。嗨，你看看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那种人吗？你跟柳大红的那点破事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看看你，正说着老三的事儿呢，咋又扯到我身上去了？等一会儿咱俩要吵起来，把山草给吵醒了，可又要落他的埋怨了。我对你说啊，等到明儿个，你找个机会探探你娘的口风，就说山良年纪也这么大了，也该收个媳妇儿了。你娘要是不想你们老刘家绝了后，就赶紧拿钱出来，先给山良把屋盖起来，然后再操心给山良收个媳妇儿。你娘要是不答应，你就告诉他，要是他狠心不管这一家人，等到他老了，也别指望这一家人给他养老送终。
等到咱家山草有出息了，他也别想着享咱山草的福。哼，他也不想想，除了咱这一家人，他还能指望谁呀？是指望已经绝了后的老二，还是娶不上媳妇的老三呢？我的话你听见没有？为啥坏人都让我做？你见天了，在娘跟前晃悠。我是做儿媳妇的，这些话我能去说吗？我要是说了，就你娘那性子，还不嚷嚷的满村都知道。你就不一样了，你可是他亲生的，不管你说到哪儿，他都不会多想的，最多骂上你2句，骂完也就啥事儿都没有了。那柳大红算个啥东西啊？千人骑万人压的，身上的肉都松了，一抓一层皮，脸上的褶子都能夹死苍蝇蚊子。要我说，他跟那个边四娘可是差远了。你们仔细瞅瞅边四娘的小脸，都一个10岁娃的娘了，还水灵的都像是能掐出水来。你们再瞅瞅她那小腰身呢，细的我一只手都能握住，走起路来就跟那风摆杨柳似的，晃得人心痒痒都。哼，柳大红脸上再有褶子，可眼下你能摸得着她？那个边四娘再好，你们也只能看着干流口水吧。栓根，我们是摸不着他，可是有一人能摸着他呀。谁？你家老三啊。哼，就他跟个木头疙瘩似的，还能搞得到女人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你家老三现在可是见天的往边四娘家跑，帮着边四娘干这干那。你想啊，你家老三就是再憨，这赔本的买卖他肯定是不干吧？边四娘要是没给他啥好处，他能干得这么欢？嗨，要我说呀，这边四娘说不定是跟柳大红一样的骚货。既然你看他跟柳大红一个样，你咋不去找他去啊？你也弄到手里尝尝是个啥味儿啊？这眼下刘栓柱正跟他黏糊着呢，我可不想去触刘栓柱的眉头。别看刘栓柱平日里傻傻憨憨的，真要是惹急了他，他敢当长矛对着你。栓根，这回该你出马了，你是栓柱大哥，你要是动边四娘的话，你家栓柱肯定不敢把你咋地。你们等着，我这就去找他。大妹子，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？我是栓柱的大哥，我叫栓根。这不，栓柱上山打猎去了吗？他上山之前托我照看你一下，所以我就过来看看大妹子遇到了啥难事没有。要是有了啥为难事啊，你就只管说。在这靠山村，还没有我刘栓根解决不了的事儿呢。我没遇到啥为难的事儿，你还是快走吧。嘿，大妹子这小嘴生的，真跟戏文里唱的那样，唇红齿白的，这要是亲戚来，也不知道是个啥滋味啊。你走还是不走？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可要喊人了啊！好好好，我听大妹子的，你叫我走，我就走。刘栓根一边说，一边真的转身往外走去。哪知他走到门口，并没有继续往外走，而是迅速关上了门，并拴上了门栓，然后一个急转身，便扑到了边四娘的跟前儿。娘，娘！门被拴着，边小小进不去，他朝着门使劲踢了几脚。屋子里，一个陌生的男人正把边四娘压在床上，欲行不轨之事。男人十分健壮，边四娘又生得娇小，又被男人捂住了口鼻，不管他怎么拼命挣扎，都挣不开男人的钳制，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扯得凌乱不堪。王八蛋，敢欺负我娘，我废了你！小小，不能再砸了，会出人命的。打死他个混账东西，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，算是瞎了你的狗眼。狗东西，我废了你作案的工具。小小，别打了，赶紧叫他走吧。你个狗养的！娘，那人是谁啊？娘，告诉我他是谁，
以后我们也好防着他点儿。硫酸根？什么？竟然是硫酸根？小小，为着你阿叔的面子不能去啊！总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。你已经把他的头打破了，这也算是惩罚了他。村长那里还是不要去了。娘，你总是这样心善。小小，咱们是外来的，脚跟还没有站稳呢，有些事儿能忍，还是要尽量忍一下。不过你千万记住娘的话，硫酸根心术不正，你以后见了他要躲远一点，千万不要随意招惹他。他长得高大，你可打不过他。我知道了，娘。还有，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你阿叔，他们毕竟是一娘同胞的兄弟，娘不想让他们兄弟之间有什么下隙。娘，你在屋里歇着，我去做饭去。哼，这件事情必须得让刘栓柱知道，让他看清一下他的大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而且也正好借机探一下刘栓柱的口风，若是他还是干打雷不下雨，那就警告他以后离娘远一点，省得败坏娘的名声，让别人把娘当成柳大红一样的人，从而对娘心生歹意。还有那个硫酸根，敢对娘起坏心思，今日这笔账算是给他记下了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，早晚叫他后悔做了这么一件蠢事。边小小那丫头可是个暴脾气呢，这不一气之下就把硫酸根的头给打破了。这边小小才多大的人呐，他能把硫酸根一个大老爷们的头打破？肯定是那娘俩一起打的呗。切，人家柳大红还是明面上卖，边四娘却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，真是臭不要脸。你个死婆娘，栓根可是你男人，有你这么骂自家男人的吗？你自己没本事笼络住男人，你还有脸在这跳脚？娘，我是没本事笼络不住他，可是他好歹也得给家里攒点面子吧。他就是不为这个家着想，他好歹也得顾及着你的面子吧。可是娘，你瞅瞅他做的那些事啊，因为这一点肮脏事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的，现在村里人都在说闲话。娘啊，以后咱家山草可怎么出门呐？叫我说，你也是活该。你找谁不好去找他去，那就是个千年狐狸精，谁要是沾着了他，都得破点皮肉伤点精血。哼，我看你以后长不长记性。你要是想早死早脱生的话，你以后尽管再去找。是大仙勾搭我的，我才没把持住，哪知他是个这么狠的角儿啊。娘，山草他爹以前还真没干过这种糊涂事儿。依我看呐，肯定就是那个边四娘勾引在前。娘，你说的对，那就是个千年的狐狸精，谁沾着谁倒霉。所以娘，等栓柱回来了，你可得再好好劝劝他，可千万不能再跟这个狐狸精有啥瓜葛了，要不然哪一天把小命丢了都说不定呢。这个边四娘都把大哥的头打成了那样，你咋还跟他来往啊？不管大哥是对还是错，他终归是大哥，他被人打破了头，咱不说替他寻回来，咱起码不能跟伤他的人再腻歪在一起吧。这事要认真说起来，其实错在大哥，他要是不对人家动歪心思，人家能打烂他的头吗？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大哥咋不去找别人呢？偏偏就去找他，这说明啊，他本来就不是啥正经人。你呀，你以后可不能再跟那个边四娘来往了，他名声不好，说不定就连累你了。你别以为我这个兄弟躺在床上就没人管得了你了，你就能无法无天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就是出嫁了，那我也是刘家的姑娘，所以我劝你啊，趁早收了你那点歪心思，跟我兄弟老老实实的过日子。大姐，我记住了。你认识大姐又不是1天2天了，你还不了解她吗？她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，嘴上叨叨你，其实心里还是很疼你的，要不然
他也不会给咱留钱。这20文钱，也不知他是攒了多长时间才攒下的。我知道大姐对咱们好，可是无缘无故的就说我起了啥歪心思，这不是冤枉我吗？再说了，我就是再愚笨，可我看人还没有看走眼窝。人家边四娘可是个清清白白的正经人，自从跟她认识之后，人家娘儿两个就处处帮衬咱们，这样的好人还叫我跟人家断了来往，那我以后就干脆躲在家里哪儿也不去，这一门心思等死算了。大哥，没有，那么大声干啥呀？没看见我正在睡觉呢吗？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。四娘又不是柳大红，你为何要对她起那种肮脏的心思？四娘叫的还真是亲热呀。那我问你，你跟她是啥关系？你有啥资格管她的事儿啊？是啊，他跟边四娘非亲非故的，他有什么资格去管他的事儿？没话说了是吧？你说你那么较真干嘛？那不就是一个女人吗？你至于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就伤了咱兄弟的情分吗？再说了，那个女人也不是个啥好东西，要不是她勾引我在先，我也不会去找她。山主，你要干啥子？我可是你大哥呀，她又不是你媳妇儿，兴你碰就不兴我碰了。阿叔，秀秀，你娘呢？在双旺叔家跟双旺婶一起绣花呢。哦，我先回家看看去，等有空了我再过来。阿叔，能不能耽误你一会儿？有件事想跟你说。啥事儿啊？阿叔，还是屋里说吧。阿叔，咱们也算是比较熟识了，所以有些事我不想再跟你拐弯抹角。坦白的说，他之所以会对我娘起那种肮脏的心思，起因还在你。阿叔，你经常来我家，帮了我家不少的忙，这一点我跟娘都感激不尽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虽然你是好心，可是难免会被有心人看了去，然后背后乱嚼舌头。毕竟阿叔你没有婚娶，而我娘又是一个寡妇，那些话传来传去，到最后传的难免走了样，我娘就被传成了一个行为不检点的人，所以刘栓根才对我娘起了坏心思的。阿叔，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跟你有关？